有的人够红的话，在家躺着也可以上热搜；有的车够红的话，自己好好的卖着，也会有人过来蹭流量啊。就好像丰田的汉兰达，现在只要是台7座的 SUV， 都要去蹭它的流量啊。你说别的对手也就算了，同级别的产品你还要去对标它啊，同级条也都算了，你还要用汉兰达的技术去打它，哇，这就真的有点过分了。没错，今天我们要体验的就是全新一代的 GS8。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在体验传祺全新 GS8它这一代车型新增加的一个装置，叫 AVDC Adaptive Vehicle Dynamic Control， 就是直译过来的话，就是一个主动式的车辆动态控制系统。但传祺呢，给它用了一个更加形象的一个中文名字，就叫影子车手啊。这套系统呢，它主要的一个作用机理是通过车身上它搭载的很多像制动啊、动力啊，还有说它的四驱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控制一个机构，然后去实现一个协同，然后对每个驾驶者他可能有不同的操作习惯啊，然后你现在的一个路况的一个不同啊，可以带来一种更加精细的，就可以让你去把这个车辆控制的更加精细的一个作用。整一个作用机理呢，其实说起来好像很复杂一样，但如果说我把它类比一下马自达的 GVC 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认知在这里的。然后刚才我们在这个类似于金卡纳的一个组合湾里面去体验了一下整套系统的功能，我发现它的带来的这一个区别还真的是挺大的，因为它的界面里面可以选择关闭，还有开启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它预设的一些工况的一个可以让你去挑选啊。然后刚才我们是主要是尝试一个稳健风格的一个开启状态，还有是一个关闭的状态。就在组合湾当中，你可以发现整台车在你开启了这一套系统之后呢，它对于这种弯道进入时候整个车的一个，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去进入弯道这种没有推头的一个感觉，或者说它整一个意愿是更加强烈的。它整个车表现出来的一个居值波动也是更小，就可以理解为真的是一个影子车手在帮你打磨你的驾驶技巧一样，可以把你驾驶中一些动作上的一些瑕疵、一些毛刺给全部给抹平掉，让你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老司机一样。反正如果说日后大家在这个车它到店的时候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个功能，真的区别太明显。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最新一代 GS8 它是采用了汉兰达的一个技术？那是因为在整件事情里面，丰田它作为一个供应商，是向这一款车型的混动版提供了一套 THS 的一个混合动力系统的，而且这个是包括了它像四驱车型后面有一个 P4 电机的一个方案，也是整套打包的。唯独呢，就是在发动机的部分，它并没有把那一套 2.5 升的自然吸气的一个阿特金森发动机也一起给到了传祺。传祺呢是选择在它身上搭载了属于自己巨浪动力它的一个阵列里面的一套专门为混动车型而设定的一个 2.0T 的一个引擎，它的输出参数是达到了140千瓦跟320牛米。就其实你只看参数也会发现它是比丰田的那一个 2.5 升的一个自吸发动机是强上不少，所以反映到它的一个实际性能指标上面是四驱版本就配了 P4 电机的一个四驱版本呢，它的一个0-100加速时间是可以做到6.9秒的这样一个水平。而相比之下呢像汉兰达它也只能是将近到9秒，不到9秒的这样一个高度，就真的是胜出了一大截。而且不仅仅是汉兰达，几乎所有合资品牌的这一些同级别的一个7座的 SUV， 它在这个加速性能上，尤其是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加速性能上，可能也比较少有可以跟现在最新一代 GS8 可以相比较的一个产品的出现了。然后讲到这个混动版本的一个车型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它可能跟性能无关，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提的。就在外观设计上呢，它的这个门把手如大家所见是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一个设计的，它跟我们普通燃油车型的一个普通形式的一个门把手是有一些不同的。你在路上看到一台新的 GS8 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这一点去区别它们俩之间的一个身份的。然后讲到这个燃油版车型呢，它搭载的一个动力系统其实也是属于巨浪动力阵列里面的一个 2.0T 的一个发动机，但采用的是一个更加高功率的一个调教，它的输出是可以达到185千瓦跟400牛米的，在现在自主品牌主流的这一些 2.0T 里面，其实算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然后匹配的是一台来自爱信的8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这套变速箱应该它的整一个表现在其他车型上，我们熟悉的一些车型上，大家也应该有所了解，还是比较吸引的一个方案来的。
然后在四驱车型上面呢，你还可以获得一套来自汉德的一个多片离合形式的一个适时四驱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搭载。然后这套系统在今天早上他们的一个技术分享当中，他们所主推的一个亮点其实是在于它的整一个在极限工况下的一个耐久度，因为它在离合片的材质上是有升级的，所以呢，它可以在比较剧烈的一个驾驶当中可以坚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不至于产生过热的一个情况。相比起汉兰达还有说其他的一些合资的一些同样搭载这一套系统的一些车型，它的整一个性能也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但是呢，今天因为场地的一个原因所限，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到这一套四驱它的一个耐久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所以说如果说以后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我们也很期待可以很快的去验证刚才他们所讲到的这些亮点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就除了刚才因为有 THS 的一个倍数嘛，反正肯定也不会很高。反正呢，就这样数下来，你会发现这一台新车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可以黑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内饰今天比较可惜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内饰因为还是处于一个尚未最后定案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是不能给大家先睹为快的。但我可以剧透一点真的是比较有高级感的。然后如果想一睹的话可能要等到这个成都车展上，它就会对外直接正式公布了。反正呢，这台车真的是现在为止我是找不到什么黑点的。现在关键就在价格上面了。就如果说大家对此比较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公布关于全新GS8更进一步的一些消息的。